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可乐财经，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半导体行业的股票，台积电的股票分析，以及比较一下它的主要竞争者三星。创立谷歌的 Larry Page 用一种古怪的方式来决定他喜欢的公司，称为牙刷测试，也就是在寻找一家有潜力的公司进行收购时，他想知道该产品是否能像牙刷一样每天都要使用至少2次。分析股票当然也能运用这个道理。半导体这个行业已经成为科技领域中不可缺少的部件，从手机、电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AI 到现在最火的自动驾驶汽车。在我们开始之前，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这就是我做视频的动力了。台积电在1月份的高资本支出，意味着未来5年将出现新一轮的强劲增长。台积电的长期收入增长达到2位数，预计台积电将在未来5年内超越 Intel 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其收入和收益将会翻1倍。连 ARK 的女股神也提到，2021年的第2大投资主题就是数据中心，而数据中心也需要用到半导体，而且已经量产5纳米的台积电，目前遥遥领先于 Intel 的技术。虽然我有朋友说到，就连清洁阿姨也在说台积电的股票。根据差协同理论表示，当差协同都在讨论股票投资的时候，就是股市达到巅峰的时候，之后就会下跌，是个卖出的信号。可是鉴于长期半导体行业的前景好转，以及近期的晶圆代工增加，我仍然对台积电保持乐观的态度。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聊聊台积电的公司简介。台积电成立于1987年，是全球首选的专用半导体铸造厂，特别是对于其领先的技术，作为代工领域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台积电通过提供先进的晶圆生产工艺以及无与伦比的制造效率而赢得了声誉。从成立之初，台积电就一直提供铸造部门的领先技术以及专门为客户的设计服务。台积电收购了台南的土地和工厂，以进一步扩大5纳米和3纳米的产能。5纳米和7纳米的产品将在2021年占总收入的约 55%。台积电在领先技术中的主导地位将继续推动这一波优势，所以台积电非常有希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在2020年，全球的半导体收入增长 7%， 达到4450亿美元，而 Intel 则在过去10年中收入位居榜首。2020年达到700亿美元的收入，台积电在2020年的收入为450亿美元，排名第3。从中期来看，由于电脑的出货量下降，以及 Intel 将会与 AMD 的竞争加剧， Intel 的收入增长势必会放缓。相比之下，台积电在2021年到2025年能够以 10% 到 15% 的复合年增长率高速增长。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台积电能在2025年之前将其增长率提到 15% 以上，该公司的收入将会翻1倍，超过900亿美元，甚至有可能至1000亿美元。目前有2个主要的催化剂能够继续推高台积电的股价，那就是第一，强劲的资本支出周期将会引发下一轮的增长浪潮。台积电从2010年开始大幅度的增加资本支出，以捕获对智能手机的强劲需求。收入在2011年到15年以 15%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去年资本支出已经提升到了170亿美元。台积电给出的指引，到2021年资本支出的水平将会达到250到280亿美元。我相信台积电正在积极的投资5纳米和3纳米的技术，以满足客户的强劲需求。台积电的以往记录已经证明了5年内的营收很有可能翻倍。台积电的收入在2011年到2015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15%， 在2016年到2020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11%，
大大的超越了5%到10%的复合年增长率目标。根据过去10年的业绩记录，我认为可以合理的假设，台积电将在2020年到2025年以15%的复合年增长率来增长。这意味着2025年的5年内收入将会翻1倍。第二个催化剂 CPU 以及混合平均价格是主要的增长动力。有报告指出，如果市场中的所有 CPU 都外包给代工厂，则 CPU 的代工厂外包的总体市场为200亿美元。在将 CPU 外包给台积电之后， AMD 在2020年将会抢占约20%的 CPU 市场份额，为台积电带来的收入贡献约为35亿美元。同时，台积电的晶圆混合平均售价从2010年的1000美元增长了36%到2020年的1440美元。领先的技术意味着台积电可以为其领先的晶圆收取溢价，以保持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台积电将在未来的5-6年内继续的推向3纳米、2纳米以及 1.4 纳米的迁移，这将会使混合的平均售价持续改进。我合理的推测，在未来的5年内，平均售价的改幅将会达到20%左右。除了以上提到的2个催化剂，加上我在上期视频所提到的4个推高台积电股价的因素，那就是 5G 智能手机的增加、高性能计算领域的增长、Apple Silicon 进一步的增加了台积电的收入，其他领域包括了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的增长动力。有兴趣的可以点击上方的链接。目前唯一能够与台积电竞争的就是三星。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2家公司的优势。三星是唯一能够与台积电在7纳米和5纳米技术上进行竞争的代工厂。三星已经开始为 Qualcomm 高通进行7纳米的代工生产，为 NVIDIA 的 Ampere GPU 进行8纳米的生产，并且也将提高5纳米的 Exynos 和 Qualcomm 的旗舰 Snapdragon 888应用处理器的产量。三星计划长期占据代工市场的 30%， 尽管它已经赢得了 Qualcomm 和 NVIDIA 的订单，但我认为三星离台积电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在大多数的指标中，台积电的表现都好于三星。从质量来说，台积电在服务、产品质量、交付方面都更加优越。我对这2家公司在5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第一，利益冲突是 Intel 以及苹果将芯片外包给三星的主要阻力。第二，台积电的定价会好许多。台积电多年以来一直都是领先技术的行业领导者，所以该公司比大多数代工同行享有更高的平均售价溢价。尽管资本支出的强度急剧增加，台积电仍然为每个节点保持相同的投资回报率。凭借更高的平均售价，加上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台积电将其晶圆混合平均售价从2010年的1000美元提高了 40% 到2020年的1400美元。可是溢价可能会把一些对成本敏感的客户推向市场上比较便宜的代工厂。第三，技术能力和产品的系列。台积电的技术拥有领先地位，以及对新产品的营销速度能够使客户在竞争对手推出之前帮助客户抢占市场份额。该公司在流程上的灵活性，能够针对所有客户设计的流程和能力，提供了广泛的工具来全面支持客户的产品。第四，解决问题的能力。台积电以解决任何生产问题以及确保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而闻名。台积电正策划从2022年开始大规模生产3纳米，这对公司以及市场都是一项新的技术。台积电解决3纳米上所有工艺或者生产遇到的问题，都可能是同行以后所遇到的障碍。台积电所面临和解决的问题越多，就会为同行设下越大的障碍。第五，用户体验。客户对台积电的整体代工能力、服务和交付感到满意，
并且有大量的重复订单。苹果、AMD 以及联发科都是台积电的主要客户。该公司每天都会从大约500个客户那里获得超过1万种不同的产品的业务。良好的用户体验是台积电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除了三星， Intel 的新 CEO 也表明希望减少代工的商业策略。可是我个人觉得，同时让台积电代工以及自家生产是非常不实际的举动，尤其是在成本的方面。由于 Intel 的技术已经落后，他们也必须用资金专注于芯片的技术与 AMD 对抗，最后很有可能会让台积电或者三星来代工高端的芯片，自家生产中低端的芯片。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积电所面临的5个风险，那就是第一，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疲软；第二，由于折旧成本上涨，利润率降低；第三，来自三星、Intel 以及 Global Foundries 的竞争加剧，从而进入了代工业务；第四，供应链库存消化时间超出预期；第五，由于宏观经济变差，导致半导体的需求放缓。对于台积电，由于受到多种增长动力的推动，加上台湾受到疫情的影响不大，我认为台积电还有大约35%到40%的上升空间。那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台积电的股票操作。ARK 最近一直在卖台积电，所以我相信在短期内应该会有个小回调，耐心的等待才能找出更好的买入时机。股票名称台积电，股票代码 TSM 或者2330，目前的价格为128美元或者632新台币，目标价格为170美元或者850新台币，回报率大约有35%到40%，而我建议的买入价格位于110到120美元之间，或者550到600新台币之间。好了，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拜。